丈夫要让妻子嫁给他的好哥们儿，妻子竟然同意了。你可别后悔。这位丈夫吕松柏心里一愣，哎呀，本以为妻子怎么也得做一番思想斗争呢，合着这就同意了。我是不会后悔的。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妻子柳淑花说我没有什么可说的了，你就给王小新打电话吧。到了这一步，吕松柏也只好掏出手机，打通了他的好朋友王小新的电话。小新，你到我家来一趟吧，有个急事跟你商量商量。王小新一进屋就是一愣，只见好朋友吕松柏和他的老婆柳淑花两个人分别坐在沙发的两头，地板上乱七八糟散落着碎了的茶壶茶碗，这分明就是刚刚吵过架。松柏，嫂子，你们这是怎么了？小新啊，我是铁定了要到美国去的，这你知道。可他死活就是不同意，所以我们打算离婚。别，千万别离婚。王小新截断了吕松柏的话，你们这么好，怎么可以离婚呢？小新，你别劝了，婚是离定了，但是我出国之后，希望你能够照顾他，跟他结婚。说这话，吕松柏用眼睛盯着好朋友王小新的同时，用手指了指自己的妻子柳淑花。王小新虽然感到很意外，但是在确认吕松柏和柳淑花都不是在开玩笑之后，他竟然暗自一喜，高兴地点了点头。嘿，他竟然同意了。不过我得先跟林婉梅分手才行。林婉梅是王小新的女朋友，同时也是柳淑花的好闺蜜。林婉梅正在理发店烫头呢，突然接到男朋友王小新的分手电话，她非常意外，格外生气，十分伤心。林婉梅马上站起身来，也不管满脑袋都是大大的卷发杠了，乘坐出租车就来到了闺蜜柳淑花的家。她并不知道，刚才跟她提出分手的男朋友王小新正在这儿呢。林婉梅是来找闺蜜柳淑花诉苦的，想发泄一下情绪。万万没想到，一进屋正瞅见王小新也坐在客厅沙发上。这位王小新刚才在电话里谈分手的时候，没有说真正原因。现在看林婉梅刚好到这儿来了，他也就一咬牙一跺脚，倒是挺干脆，就把吕松柏和柳淑花要离婚，然后自己同意了娶柳淑花为妻的事情，全都告诉了林婉梅。这突如其来的打击，林婉梅哪能够受得了？她抬手扇了王小新一巴掌，狠狠地瞪了闺蜜柳淑花一眼，然后转身便冲出了屋门。吕松柏一推王小新，小新，你还不快去追一追？王小新一撇嘴，老兄，这一切都是因为你非要出国造成的，要追也该是你去追呀。吕松柏觉得这话有道理，于是他就把妻子柳淑花和好朋友王小新留在家里，自己追出门外去劝说林婉梅，让林婉梅一定要想开一点儿。几天之后，吕松柏与妻子柳淑花办理了离婚手续。紧接着20分钟之后，柳淑花就跟王小新领了结婚证。同时呢，还是吕松柏开着车把这一对新婚夫妻给送回了家。然后吕松柏便去办签证去了。可惜的是，吕松柏把这事儿想得太简单了，说了没几句话，他就被签证官给送出来了。首次签证被拒签之后，调整准备了几天，第二次申请，吕松柏又被拒签了。一连3次被拒签，吕松柏很是灰心丧气。与此同时，那位被分手的林婉梅小姐还总是找他的麻烦。吕松柏，我的幸福是被你给毁的，你还我爱情，还我男朋友。吕松柏真有点焦头烂额。这时候有人就告诉他了，我说，
你被拒签完全是情理之中的事儿，因为你刚刚离婚，很容易被人家怀疑你到美国去的真实目的。经过这位高人的指点，吕松白又求着前妻柳淑花和柳淑花现在的丈夫王小新暂时办理了离婚手续，然后柳淑花跟他办了一个复婚。在无比的煎熬之中，等待了1年的时间，再次申请签证，嘿，还真就成功了。吕松白很快乘飞机抵达了洛杉矶，他高兴极了，终于踏上了梦寐以求了好多年的这片土地。哼，我可再也不回去了。先生，请您跟我到这边来一下。一位黑人女性工作人员礼貌地将吕松白带到了一个小房间，查过所有的证件之后，又问了他几个简单的小问题。然后这位黑人朝着另一位白人上司微微一耸肩，做出了一个只能如此的表情，最后通知吕松白：你被遣返了，我们只能让你回去。吕松白不同意，不同意管什么用啊？2天之后，这位无奈的吕先生便又回到了祖国的怀抱，同时还接到通知，说是他已经被永久性的禁止了前往美国的权利。垂头丧气之余，吕松白暗自庆幸，庆幸什么呢？他想到了一件事情，哎呀，幸好我跟淑花复婚了，以后就老老实实继续过日子吧。姓吕的，你想的倒是挺美，你走的时候咱不是都说好了吗？你到美国咱就办离婚，现在你又回来了，那更好，办手续更方便。妻子柳淑花一番话，吕松白如同是冷水浇头。感情是跟王小新在一起之后，柳淑花彻底爱上了王小新，觉得王小新可比吕松白强多了。再次离婚之后，吕松白整天是借酒消愁，越想越难受，越想越觉得活着没意思。干脆我跳河得了。午夜时分，吕松白来到护城河边，喝完瓶子里的最后一口酒，他就要一头扎进水里。忽然就发现不远处有一个人影正在往河水里走呢。慢着，别跳河啊！有什么想不开的？好死不如赖活着呀！吕松白边跑边喊边劝说，就来到了这位轻生者的身旁，一把就把这位给抱住了，拉回了岸边。这才发现是一名女子，再仔细一看，真是无巧不成书。这位轻生女子啊，就是那失恋之后一直想不开，得了抑郁症的吕松白的前妻柳淑花的闺蜜林婉梅。不久之后，吕松白和林婉梅在前妻与前男友，也就是柳淑花和王小新的撮合之下，领证结婚了。